在星轨王城发生的故事，可能透露了至东的剧情大纲，因为至东的标题是这个。记住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主线剧情发生的事儿。坐着海上的小火车来到了星轨王城，在这里呢，首先我们遇到了被定格的玩具人。玩具人说这是来自预言女神的赐福，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既定的轨道，当偏离轨道时，女神的魔法就会保护他们，让他们回到正轨。而伟大的占星术士阿斯托洛吉斯·莫纳梅吉图斯曾经也说过，代表你的心走在轨道上，意味着你将获得健康、幸福与安宁。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偏离了轨道，一切就会变得糟糕。这就是提瓦特的命座系统。而在尼鲁说出难道出生就被规定好人生的轨道时，玩具小人说道，您的语气像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似的。那这体现了他们对于命运的态度，是个好事，是赐福，是来自女神的爱。接着进入王城，我们遇到了成为国王的纳维亚。他说王城天空中的星星差点被巨龙夺走，王城中的一些居民因为出现类似发条老化的问题，导致魔法频繁触发，无法正常生活，魔物也趁机入侵。而想要解决王城居民的问题，预言女神曾留下预言，推动王城顶端连接星空的齿轮，它将会取消王城居民的轨道，解除保护居民的魔法。但是这对王城居民来说是巨大的变化，变化带来未知，未知会让人恐惧，因此有些人会害怕这样的改变。所以当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来到王城顶端，果然有激进的保守派抢夺魔线，并把收集到的星星丢到了星间庭园。这就是希望继续被保护的王城居民和愿意向前开拓的王城居民在理念上的矛盾。随着我们将星星复位，剩下的就是推动齿轮，而保守派又前来请命，希望纳维亚不要推动齿轮。但是纳维亚发动口遁说服之术，让保守派改变了想法，于是齿轮转动，预言女神收回了她的魔法，星轨王城的居民从此有了自主的道路。那么这个故事和至东有什么联系呢？你看至东的主题是无神怜爱的雪国，所谓神的怜爱，是否就是王城保守派居民理解的那样，魔法的保护、既定的道路，这些就是女神的爱，而不再降下神谕，不再有保护，就是被抛弃，就是不爱的。不再爱人的神和人不会再爱的神，以及反抗天理，说的是否就是取消提瓦特的命座系统，让人能有自主的命运这件事儿呢？另外再看冰之女王收集神之星的这个行为，和我们一路上收集星星然后挂上天空这一行为，是否也有极强的相似性呢？先要收集星星，然后挂上天空，才能推动齿轮的转动。或许神之星就是某种钥匙，收集齐之后才能够做到取消命座系统这件事。在东野鱼系的 PV 中，丑角说过要燃烧旧世界，这个旧世界也许不仅包含了记录一切的地脉术，还有提瓦特的命之座系统。这就是西姆兰卡第二日主线剧情给我的一些联想。而地图上的另一个支线故事由3位家族成员带来，他向我们揭露了星轨王城的历史真相。一开始3大家族争论不休，想获得至尊家族的称号，但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我们发现其实3个真相都是真实的历史，他们都曾在太初对抗过巨龙。很明显，这会让人联想到天理和龙王大战的故事。勇气家族用车轮战的方式打败了巨龙，正好应对了《日月前世》一书中40个冬天埋葬了火，40个夏天沸腾了海，大战旷日持久。智慧家族用问答的方式夺走了龙的宝物，则对应了纳维莱特所描述的僭越者夺取了古龙大权。而同理心是通过变大让巨龙认知到自己的存在，这又应对了什么呢？我猜测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经历的七执政和龙的相处方式。温迪让特瓦林自由，惹陀为钟离自甘封印，纳西达尝试治愈草龙，福卡洛斯托纳维莱特进入枫丹，这似乎都可以理解为同理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未来的纳塔更是龙和人和谐相处的世界。或许在童话中同理心所描述的那段历史，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未来呢。而在故事的最后，我们听到了来自女神的回响，其中说了一段我十分认同的话：童话适合小孩子看，是因为它能帮助小孩子理解世界。童话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内在的逻辑毫无疑问是世界真实的归纳。我们把这段话给它引申一下，游戏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它也许是玩家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避风港，但游戏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也是世界真实的归纳。游戏诞生的背后
包含了市场的习惯、制作组的理念、不同技术工种的认知和能力，最终它在启动后又会因为玩家的风格不同，诞生出许多不同的玩法。有人在意强度，有人在意角色，有人喜欢建造，有人喜欢拍摄。我们频道常说，游戏不仅是游戏，游戏也是生活。因为一个玩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会直观地反映在他玩游戏的方式上，也会影响他的游戏体验。所以除了在游戏中像星轨王城的居民一样，按照被设计好的轨道去生活、去玩游戏，我觉得更好的是以游戏本体为跳板，寻找游戏外更广阔的世界，这能让我们收获更多的价值。好的，那么私货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期再见。